從氣勢磅礴到雲霧繚繞，從高山草甸到熱帶風情，從千年古城到原始森林，歡迎來到這一站的國道219雲南。不枉費來這一趟。小心地雷，隨時做好戰鬥的準備。啊！我好像走錯了，不是這麼走。我去！這麼大聲，我靠！我天哪！看一下，这9000。哦，那就是拍着了。大半夜的，我们终于找着了这个219国道9000公里处。可能在这个荒山野岭的找9000公里的，也就是我们了吧。我们的219过去了1/10了，就代表着接着走吧。經過9000公里的里程碑，我們的國道219行程來到了雲南段。與廣西不同，雲南沒有10萬大山，但卻有着中國最豐富、最齊全、最極致的地質地貌。雲南從來都不缺乏大美之地，也同樣不缺乏寶藏小城。就比如我們眼前的這座滇南的千年古城建水。而關於建水的記憶，要從這列在稻田中開往臨安的米軌小火車開始講起。作為中國第一條民營鐵路，這裡曾經是滇南的經濟命脈，歷經100年，見證中國的基建從無到有。如今的火車早已改成了觀光項目。它雖然不再承載歲月，但依然還在見證着歷史。小火車一共有4站，到每一站它都會停幾十分鐘，這個時候可以免費上去拍照。所以如果你要不是說想完整的體驗整個火車的這幾站的話，你也可以這樣到雙龍橋啊、雙匯橋什麼這個地方停一下，拍拍照片就 OK 了。建水就稱臨安。關於臨安名稱的由來有很多說法，有臨邊安定的地理說，也有邊疆規劃安寧的文化說，但無論哪一種，都有安寧安定的願景。最美古橋17孔橋、滇南大觀園朱家花園，還有眼前這座全國第3大孔廟、南方最大的文廟。禮樂與書聲曾在這裡回響，紅牆磚瓦、中軸對稱的院落也完整保存。但我認為，真正讓這座城延續至今的，是這口最不起眼的大板井。晝夜不息的水從地下湧出，流進當地人們的生活中。豆腐、米線、煙火氣，建水人的生活從這裡開始。這也是這座古城歷經1000年，至今依然能夠生生不息的原因。據說是當地人都是拿這個井水去做豆腐，當然那是假的，但是當地人一定會喝，真的是有好多人都來打。嘎薩是吧？嘎薩鎮。嘎薩鎮，天猴高速，天猴高速過了新平縣，前40分鐘吧，將近得有1個車都沒有，直到快到了可能才有2個車。果然是哀牢山啊！這種氛圍感立馬就給你歘起來了就。一下高速走了幾公里，然後突然就變得不那麼哀牢山了。哎，好熱鬧啊！這個小鎮。幾點了？現在都好像10點了，都好熱鬧。聽聽這個聲音，聽聽這個歌，這應該是傣族吧？而且特別熱。我這在外邊一看表，都30多度了，然後跟印象中哀牢山應該陰冷的感覺完全不一樣，好熱。這是我們在路上然後新學的一招，就是把你的取水那個袋子，如果你只擦玻璃的情況下，你就把取水袋子放在上面，然後慢慢灑，讓這個雨刮一直刮刮刮。跑了高速之後，這麼刮刮前擋風特別有用。因為你普通拧玻璃水，你無論怎麼呲，它都呲不乾淨。但這樣的方法的話，你讓它就跟你下雨似的，你持續的在那刮刮刮刮，一會兒就刮乾淨了。我們計劃是什麼？給大家說一下吧。我們的計劃就是沒有計劃，沒有計劃就是最好的計劃。你好，美女，問一下，那個是這前面是有一個趕集的嗎？對，第二天剛好清理過去，
沒有很遠，直接過去，然後人聚集的那個地方，然後那裡有一條街，裡面就這感覺。啊，好，謝謝你啊。客氣啊，這邊的集啊是逢1就是1、11，然後21，好像有，其他的時候沒有。直接能吃吗？这吃了不会闹肚子吗？不会。哎，我过来个不得。买多少钱个？还没问你。多少钱个？还没问你。我就干一个嘛呀，干掉一个50块钱，50块钱一个。啊，多个？50块钱。他说他们这里有一个风俗，100块不要，要你给他100，你1塊，多給1塊錢，他100塊他不賣。我不會。多給1塊錢，他們這裡的風俗會更好。哦。多給1塊嘛，就是。啊。一进来和外头感觉就不一样，就特别明显的感觉，就像有一道屏障一样，外边是晴空万里，一进这里头，瞬间就感觉这个气氛就压抑下来了。这边树有一个特別奇特的現象，你發現沒有？樹和樹之間的邊界感特別強。你看這個樹，它就不會擋住另外的樹，或者說是它不會侵犯另外一個樹的領地，這樣大家都有太陽照。這寫着熊出沒，真的假的？它這麼一弄這種景觀，它就沒有那麼嚴肅了。從這兒開始再往前，估計就是沒有開發的區域了，不讓去了就。參天古樹上藤蔓垂落，覆蓋着厚厚的苔蘚，光從高處篩落，被層層的樹冠分解成細碎的光點，在林中緩慢移動。只有1.6公里的景區休閒步道。完善的景區設施，裡外完全不同的2種天氣和溫度。雖然走進這裡也有一些壓抑的氛圍，但這和我們印象中哀牢山的兇險也完全的不搭邊兒。這裡沒有刻意營造的神秘，更多的是一種自然本身的秩序。昨天晚上本來就是我們2輛車，一輛這個車，一輛那個車，結果早上起來一騎，感覺瞬間被人群包圍。但今天確實是沒有雲海，人家說的對，應該是在12月份到3月份比較多，現在可能沒有什麼雲，但是日出拍一拍看看怎麼樣。剛才特別好看，因為它特別紅，現在那個稍微次一點，不知道一會兒出來怎麼樣。我們現在是從這個雲海日出觀景台去燕子崖瀑布，這條路線還是比較成熟的，路徑也比較明確，沒有找向導，然後是自己去。哦，不遠了，是吧？下去再拐2個彎就到了。好嘞。下面那個坡特別陡，慢一點。比上面這坡還陡？對。除了剛才路過的那幾個小哥哥小姐姐在救援，走不動了他們，所以可見最後這點的話還是比較難走的。聽到沒有？一個不知道什麼動物的叫聲，它是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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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瘋了？你看一下我下邊這條路，最起碼是40度以上的坡，但是呢，再看我身後這條風景。哇，這個瀑布已經很近了，就在那兒。不過這個花怎麼長得那麼可怕呀？你看，從這個角度看，就跟異形一樣。哇，這個大哥竟然穿着拖鞋來爬山，這大哥厲害了。
哇，瞬间凉快了。知道后半段路难走，但是也没有人说要攀岩啊。你看这大石头，这得爬上去。没事，不用管我。上来了。往上爬的路还是比较难的，就是很危险，也挺滑。但是我们还是决定试一试。来都来了，因为一是来都来了，二是上面确實好看，能最近距離的接觸這個瀑布。這邊好上感覺。不太好上，你那邊只能一個腳踩着那兒。你先讓我過來一下，過來一下，我換一下腳，別太高。啊。別太高，別換。你先來。反正也是個髒，就髒了吧。為了爬到最高峰，是拼了老命了，人家。哎，我操！是上了，我下去打架。哇！哇！只有你真正的站在這個地方，你才能夠體會。整個的風衝着你吹，然後風裡頭還帶着從瀑布傾瀉而下的這種水汽，不枉費來這一趟，不枉費往上爬這麼一下。從山間斷崖奔湧而出的水流，順着岩石層層跌落，水花摩擦着空氣從高處呼嘯而下，形成的水霧不停地衝擊着我們的身體。這些水汽最後順着河流消失在更遠的山谷之中，它轟轟烈烈地來，再悄無聲息地走，把所有的磅礴和溫柔都留給路過的我們慢慢回味。跟坐船一樣，又滑又濕，哎，又是炮彈坑，我的娘的，又都是彎路，哎呦，我就坐的我都暈了，我跟你說。這是塌方嗎？還是啥呀？估計是塌方吧。剛才是誰說這條路也沒有很難走啊？這條路就是不難走，只不過是爛。我們現在正在從綠春到江城，然後還沒有到江城，今天要趕到西雙版納，這是讓徒步幹廢的人。哎呦媽！歷時這個好幾個小時的顛簸，終於是到了江城了。哎，看這車已經成啥樣了？這車牌子剛才都已經全糊成全是泥，我們進這停車場都掃不到，所以專門擦了擦才能進這個停車場。所以如果不是為了這段特別的這個必須要走的這段219，可以選擇別出，別走了，實在是太難走了。動也不敢動。一會兒我們去那個潑水的主戰場，車正好髒了，該洗車了。過把怎麼也是個濕。我靠！哎呀呀！武装上了啊！看一會兒誰還想刺我呢？路過啊！我還沒水呢！我濕了！變瘦暴富變好幹。正在灌彈藥，不能對視，一旦有眼神交流，就有可能幹起來。無差別攻擊啊！這簡直是！別打我！我也刺了一下交警。找不着。在這兒你就得隨時做好戰鬥的準備，你不知道那個水從哪兒就過來了。好吧，非常開心。
我好像是个梦想。我在西双版纳参加泼水节。哎呀呀呀！战斗，继续！我叫上海呀！你爽不爽？仿佛回到了童年。下面还有一个带着小狗的。右转。终于找到这个219 8000公里处，耶！第3个打卡点。第3个打卡点。那要走哪里？我往瑞丽方向走。瑞丽。这就是原来219吧？就是219。那对着呢。好了，谢谢您啊，哎。你偏好。上人家里了。60米后掉头。那从这条路上下来，然后往上走，然后走錯了提示，我們就下來。下來之後，然後找半天，這有個4、5條路，4、5條分岔路。結果人告訴我這是219，比那個阿里中線還惡劣。這國道滑了，它打滑了。哎呀呀呀！我的天哪，這路前面都是落石，我們需要自己清理出這塊路來。我去！我靠！我現在嚴重懷疑我們走錯了，不是這麼走。7863吧，這是。對，沒錯，是219，就是219上的路。所以說219除了立春叫江城那段，還有很多難走的地兒。看到沒有？淨都是這種路，這皮卡都跑不快。這是219國道是這樣嗎？哪兒交通管制了？就是這個上面修路了，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從一個這樣的路上，然後去繞去。這有一縷山泉水接下來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喝。哦，好涼！突然一陣大霧就過來了。昨天晚上我們是在這個叫班湖的這個地方，然後租車，然後沒有想到早上起來就看到特別漂亮的雲海就在遠處。這邊是跟緬甸接壤，所以說應該是在這個方向越過山的那一邊就是緬甸。清晨的山巔，一片無邊無際的白色海洋在山谷中不停地翻湧流動，把整個世界都裹進一片朦朧的仙境裡。在哀牢山沒有看到的雲海，出現在了這個偶然路過的小地方。很多風景不必刻意追尋，它總會在不經意間才和你相遇。這就是219，然後這兒有個鐵絲網，那邊就是緬甸。路的那邊就是邊境線，而且我們這兒還發現了一個這個前方危險，小心地雷。我估計這個牌子提示的就是越過鐵絲網可能還會有地雷什麼的，咱們這兒應該是沒有。如果說這兒就是邊境線的話，我的手已經出國了，到緬甸了，然後我又回來了，出國了回來了，出國了回來了。看看那邊是啥，那邊有個門，不知道這個門通向哪兒啊？這兒有個大洞，這不一下就出去了嗎？那邊人偷渡想偷渡的話，那不就過來了嗎？這邊真的有條小路，從這兒順着能下去，而且鐵絲網已經被破壞了。那這邊也沒攔着呀。緬甸現在還有戰事呢，跨過這兒就到緬甸了嗎？這段設置好奇怪呀。這個算是219上離着邊境線最近的一段了。我們曾經有過那種在下邊10幾20米的地方，然後那邊有一些鐵絲網。對過是越南，那是離越南最近的地方，然後這屬於離緬甸最近的219上。現在導航顯示100公里要走3小時多，不知道後邊是不是全是這樣的爛路，一會兒來看看吧。相比遊客人潮人海的西雙版納，芒市確實沒有那麼忙。沿街成蔭的棕櫚樹，適宜的陽光、溫度和傣族建築，在街頭就能體驗到濃烈的東南亞風情。菩提樹粗壯的枝幹和佛塔層層纏繞，形成了百年樹包塔的奇觀，自然與人文溫柔的共生。
當然還有矗立在山巔的亞洲第一空心佛塔蒙幻大金塔，極具特色的宗教建築和濃烈的宗教氛圍，也能讓你一秒就體驗異域國度。很難想象，在這樣一個亞熱帶城市，還有一處無論名字還是風格都反差非常大的地方。這就是我們眼前的這個號稱王室呼倫貝爾的黑河老坡。門票上寫着這是被稱為王室的呼倫貝爾，背景就是高山草甸啊，那邊還有原始森林，這反差得有多大？而且尤其是太陽，如果說是一旦被雲遮住之後，整個这个溫度下降的特別多，那一露出來就會熱得不行。但是森林裡頭和往上走的這個路上，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溫度和世界。连下了多少天雨了？连下了10幾天雨了，雲南已經。這個雲南這個月的天氣反常，人家說平常這個時候昆明熱得不行，但是今年一直在下雨啊。這一層水汽，因為水太多了，飄着整個一層。哇，都快漫上來了。路上突然發現一個大樹杈子，特別危險。剛才來就差點沒壓住，從上面掉下來的。打雷下雨收衣服了。你看這個瀑布，都噴出來了。終於。我們打卡到了7000公里處 J219，就在我身後。這個我感覺是目前為止我們打卡的最艱難的一個。我們的 J219相當於已經過了3000了，還剩下7000公里。你這個界碑剩多少，然後我們就剩多少。目前為止就剩7000公里。哇，這個霧氣一起來，是不是有點寂靜嶺的意思了？看到沒有？尤其是結合昨天晚上我們在這空無一人的感受，下着大霧，我的媽呀！這是什麼？拙劣的表演。為什麼也沒拍照？都是霧。就是一瞬間的事情，然後四周白茫茫一片，啥都看不到。但是呢，航拍的鏡頭是這個樣子的，把這個美，然後送給屏幕前的你們。雲海順着橫斷山脈的褶皺緩緩漂浮，村寨梯田在雲霧中若隱若現，奔騰的怒江在峽谷深處咆哮翻湧，宣示着大自然的主權。在這一靜一動之間，勾勒出了滇西最震撼的山河畫卷。我靠！这麼大是我靠！我天哪，這吹水了好像！讓我們提前感受冰蛤蟆了，這是。現在才能稱之為怒江。
雨季的怒江大峽谷充滿了危險和變數，大自然总是在最残酷無情的同時向我们展示着壮阔美麗。但也正是因为这樣的不確定性，才孕育出最極致的風景。雖然我們的國道219行程剛過3000公里，但已經讓我們感嘆這條國之大道的壯美，也讓我們對剩下的7000公里充滿了期待。所以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，也別忘了一鍵3連，並且持續關注。下一段國道219穿越丙察察，我們路上再見。